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2010年5月24号凌晨，安徽省某县居民罗慧贤一觉醒来，发现丈夫王喜和不在枕边，立即打电话给情人刘志明。这几天我老公不知忙什么，神神秘秘的。两个人嘻嘻哈哈聊了一会儿，又约在离家不远的快餐店吃早餐。7点多钟，王喜和忽然打来电话：罗慧贤，你别以为你红杏出墙的事儿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我早发现了。现在我把你情夫眼睛弄瞎了，准备去自首。罗慧贤以为听错了，自己与刘志明坐在一起呀。再说他怎么可能知道他有情夫呢？他半开玩笑地问：是吗？那你在哪儿？阳光小区里。这句话令罗慧贤不寒而栗。刘志明的哥哥刘志东正是住在那个小区。难道丈夫真的已经发现奸情，又弄错了人？刘志明也吓了一跳，立刻打电话给哥哥。哥哥的手机座机都无人接听，两人慌了神，马上打车赶往阳光小区。只见110警车刚刚呼啸而去，刘志东楼下还拖着120急救车。一会儿，满脸是血的刘志东被抬出来。罗慧贤见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掉头离开。一见刘志明，刘志东的妻子萧燕哭诉说：半个小时前，一个陌生男人翻窗跳入家里，我们俩都被惊醒，以为是小偷。不料对方忽然掏出一把水果刀，直扎在刘志东的双眼上，一边恶狠狠地对他说：这就是搞别人老婆的下场。我没想到一哥居然在外面搞婚外情，他每天都按时失会，怎么有时间找情人？你知道这事儿吗？刘志明支支吾吾，无以对答。随后，刘志明跟着救护车来到县人民医院。经诊断，刘志东双眼晶体严重破裂，需摘除眼球。面对此情此景，刘志明垂头抹泪。然而，汹涌的愧疚、痛苦、震惊令他无法坦白。刘志明1965年出生，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劳动局工作。1996年结婚，与妻子生有一子，现年10岁。2008年7月的一天，刘志明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结识了在当地一家著名酒店做领班的罗慧贤。30岁的罗慧贤与王喜和同居多年，却没正式办理过结婚手续。7岁的儿子随母姓罗。刘志明、罗慧贤两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后，刘志明时常小恩小惠，送些皮包、香水、首饰等物。因为经济条件一般，私房钱也不多，他欠下了朋友不少钱。2010年3月，两人到桂林旅游，拍下了200多张合影。在景区、车上、宾馆里都有亲密无间的照片。回到家里，刘志明把相机交给罗慧贤保管。不想，当罗慧贤将照片存入家里电脑后，却被王喜和无意发现。性格内向的王喜和决定先按兵不动，查明真相。这事情也有凑巧。4月中旬，王喜和到乐购超市买东西，忽然发现了刘志明的哥哥刘志东。200多张相片已令情敌的容貌铭刻在他的心底。他强压怒火，悄悄跟踪。只见刘志东上了一辆尼桑轿车，驾车而去。王喜和拦了一辆出租车，紧跟其后，摸清了刘志东的住所，并且向人打听后，他得知自己跟踪的情敌
名叫刘志东，还是个副局长，当官就能为所欲为吗？仇恨在王喜和心中瞬间膨胀，怒火中烧的他决定报复这个狗官。随即王喜和购买了水果刀、斧头等作案工具，随时准备为民除害。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几天后，他再次到刘志东家踩点，忽然发现刘家走出2个刘志东，容貌相似，令王喜和瞠目结舌。难道刘志东是双胞胎吗？谁才是罗慧贤的情夫呢？一头雾水的王喜和见2人在楼下道别，而后其中一个人上了公交车。好在县城不大，打听一个人不难。经打听，他得知上了公交车的人是刘志东的弟弟刘志明，普通工人，妻子无业，家境非常一般。王喜和想到罗慧贤来路不明的名牌化妆品、香水等物，立刻打消了对刘志明的怀疑。婚外偷情的人都是些有权有势的人，一个普通职工哪会有金钱和精力？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王喜和与罗慧贤在家吃晚饭，忽然罗慧贤接了一个电话就要走，王喜和不动声色，悄悄地跟在他身后。只见小区门口赫然泊着刘志东的那辆尼桑轿车。谁是妻子的情妇，王喜和心中有数。与此同时，一个复仇计划在无比沉默的愤怒中形成了。他哪里想到，那天晚上刘志明是借用了哥哥的轿车去接情人。事后查明，多年里刘志明很少借用哥哥的轿车，居然碰巧被王喜和看到了一次。5月24号凌晨，多次踩点的王喜和带着作案工具潜伏到了刘志东家中的2楼平台。清晨7点左右，他划破玻璃窗进入室内，对无辜的刘志东痛下杀手。24号上午，在接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讯问时，王喜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将作案动机、跟踪刘志东的细节和盘托出。直到此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弄错报复对象，更不知真正的情夫刘志明如坐针毡。刘志东伤势严重，24号中午，一家人将其转院做了眼球摘除术。刘志明执意跟来照料哥哥。悲痛之余，一家人纷纷劝刘志明回去上班，但刘志明说什么也不肯走。晚上，刘志东做完手术，送到特护病房进行48小时眼部加压。刘志明魂不守舍地坐在病房门前，整整1天不吃不喝。父亲刘兆山心酸地买了一份盒饭递给他，老泪纵横地说：“没想到你哥会做这种事，把我们一家人的脸丢尽了。现在被人搞成这样，也是他的命，别耽误了你工作。”刘志明推开饭盒，泪如雨下。与刘志明的平凡相比，比他大3岁的哥哥刘志东则优秀很多。1987年，刘志东从安徽农大毕业，被分配回老家工作，扎扎实实的工作颇得领导赏识。2001年升任副局长。出事前，他刚刚提升为正科级，而且上级有意将他调任更重要的职位。他的妻子萧燕是一名中学教师，秀外慧中。他们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刘志东家境宽裕些，一直与妻子义无反顾地负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2003年给了弟弟刘志明6万元，帮助他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全家人的骄傲。事发后，刘志明简直痛不欲生。5月27号，刘志东脱离危险期。这些天来，对于刘志明来说，每一秒都是人间地狱。他打电话问罗慧贤情况，罗慧贤告诉他，案发第2天
民警找着做笔录，他已经向警方说明了事实。挂了电话，绝望的刘志明在小超市买了一包烟、一瓶二锅头，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可是他心里再深刻的忏悔也已无济于事啊。喝着喝着，刘志明很快醉倒。一会儿，父亲刘兆山来找小儿子，发现他正躺在台阶上和保安扯皮，忙将醉醺醺的刘志明扶起。借着酒意，刘志明抱着父亲嚎啕大哭：爸，那个人弄错了，其实不是我哥。然而直到此时，他仍欲言又止。见他醉得语无伦次，不明真相的刘兆山气喘吁吁地将他背到住院部长椅上，叫来老伴照料。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公安局的民警来到刘志东病房核实案情。刘志东气愤地告诉民警，自己私生活十分检点，不可能有人寻仇。民警抚慰道：你好好养伤，不要激动，我们知道是犯罪嫌疑人弄错人了，案件水落石出了。刘志东追问，歹徒想找的到底是谁？怎么扯到自己头上？民警见刘志明也在一旁低垂着头，估计他还没有对家人说实情，于是民警也沉默了。当天晚上，肖燕听说警方居然没说究竟，愤懑地说，自己一定要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如果民警不肯透露，他去找凶手的妻子问个明白。刘志明闻言站起身来，来到刘志东床边：哥，其实该被戳瞎眼睛的人是我，我和他老婆关系不正当。刘志东、肖燕和刘兆山以及老伴如遭雷击。听刘志明说完一切，肖燕几乎发疯，上前厮打小叔的：这么多年，我们帮你买房子，救济你们，接近你们，你就这么回报我们吗？刘兆山拉过嚎啕大哭的儿媳，劈脸给了刘志明一耳光，将他轰出病房。肖燕立刻打电话给刘志明的妻子于丽，怒斥她对丈夫管教无方。一家人在病房里乱作一团。刘志明无地自容，到医院楼下转会儿，又折回病房，希望求得哥哥的原谅。父亲刘兆山正拎着一瓶开水从走廊过来，见他回来，老人怒火攻心，将开水瓶砸向刘志明：你滚！我们家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东西！刘志明的右脚背被开水烫伤，疼得惨叫一声，接下来也没有处理烫伤，悲伤地离开了。由于烫伤疼得厉害，刘志明在路边的诊所简单的包扎了右脚，坐客车连夜回到现场。晚上12点多，刘志明回到家中，然而门却从里面被反锁了。刘志明知道妻子一时间无法接受，便在门外哀求。然而玉丽不为所动。10岁的儿子哭道：妈妈，你为什么不让爸爸进来？这么晚了，你让他睡哪儿啊？刘志明闻言心都碎了，他停止拍门，脱了上衣铺在地上，就地坐下，期望妻子心软。然而迟到的忏悔和守望没有半点效果。第二天早晨7点钟，玉丽送儿子上学，早已做好准备的刘志明立刻抓住门挤进去，两人发生剧烈争吵，玉丽提出离婚。刘志明有气无力地祈求说：现在所有人都要跟我断绝关系，我只剩下这个家了，你就不能给我一次自新的机会吗？然而玉丽见他挡路，
一脚踩在他的伤脚上，摔门而去。6月中旬，刘志明回单位上班，一见到他，办公室同事围上来询问他哥哥的情况。刘志明痛心疾首地敷衍了几句。刘志明无法承担重压，将此事告诉了最好的哥们江向燕。江向燕万分惊诧，当晚约了一起喝酒。江向燕倍感后悔啊。刘志明出轨，他和几个朋友都知道，可都觉得这是小事一桩，见怪不惊了。不料这桩小事却毁了一个大家庭。得知玉丽执意离婚，江向燕决定充当说客前去劝和。当晚，江向燕送刘志明回家，两人央求半天，玉丽终于开门。然而他坚决要求离婚。他还告诉两个人，当天中午萧燕打了电话，声音暴怒，甚至要求玉丽把房子卖了赔偿他的经济损失。2003年，刘志明夫妇购买此房用了10万元，其中6万是刘志东夫妇给他们凑的。而今这套房子市价30万元左右，萧燕要拿回自己付出的那部分。当时兄弟俩没有写任何合同借条，萧燕索回房产当然也是他一时的计划。玉丽对江向燕哭诉道：嫁给刘志明这些年，我勤俭持家，就换来他借钱偷情。他的哥哥是我们的恩人呐，不要说现在刘家都不原谅他，连我们玉家人都不能原谅他。说服不了玉丽，江向燕只得将刘志明带回了自己的家里。天气炎热，刘志明烫伤了脚背发炎，他的心情更加焦躁。然而一打电话给家人，总被拒绝接听。父母和妻子的唾弃令他五脏俱焚。8月底的一天，刘志明想念儿子，悄悄到学校接孩子放学。不料儿子一见到他就怒目相对：你把大白的眼睛弄瞎了，姐姐都不理我了，妈妈说你不是我爸爸，要把我改成他的姓。刘志明立刻打电话给玉丽，他仍然拒绝接听。9月初，玉丽逼迫刘志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也得知哥哥已经出院，被定为2级伤残，办理了病退手续。检方已经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志明心痛的无以言喻，想去看望，又知道萧燕在家绝不会开门，只得约上了江向燕。9月15号上午，江向燕以同事的名义骗刘志东的保姆打开房门，刘志明跟在后面轻轻走进哥哥刘志东。虽然已经装了2只义眼，但哥哥的眼皮伤得很狰狞，义眼也非常恐怖。刘志东轻声问：谁呀？两人都没有作答，仿佛时光停滞，空间静止。豆大的泪珠从刘志明眼中滴落，他一下子跪倒在刘志东面前。哥！刘志东一怔，长长的叹了口气。刘志明在哥哥身边坐下，痛心的问：哥，你恨我吗？刘志东说：这些天我一直想，我一生劳劳碌碌，到底得到了什么？可能我为这个家庭做完一切，就没我什么事儿了。这就是我的命。刘志明抱着刘志东失声痛哭：哥，你千万不能消极，都是我的错呀。刘志东冷冷地推开他，并且劝他以后不要再来。江向燕没有想到兄长的惨状已使得在痛悔中挣扎了3个月的刘志明万念俱焚。根据警方事后调查，第2天刘志明在商店买了剧毒农药，
9月22号是中秋节，21号早上，刘志明还在争取和一家人过最后一个节日。然而他打电话给父亲，招来他父亲的一顿痛骂：我和你断绝关系了，你再打电话，我和你妈都换手机。刘志明打给妻子，得到的回答更令他悲伤：你不离婚，我就起诉。挂了电话，刘志明默默地写了一份遗书。我知道我的作为叫人无法原谅，我曾经也想过用后半生照顾哥哥，也想过从此对得起妻儿，用后半生赎罪。可我现在知道我没有机会了，唯有以死谢罪。只希望我死后，嫂子能平息对我妻儿的怒火，他们也是受害者。希望爸妈原谅不孝的儿子，你们抚养了我，我却不能为你们养老送终。刘志明将信叠好后放入贴身口袋，买了一瓶白酒，带上剧毒农药，打车到了位于县城郊外的一座小山。喝光了一瓶白酒，也喝光了剧毒农药。江向业见刘志明几天没回去，手机也打不通，还以为他与妻子和好了。9月24号下午，刘志明的尸体被村民发现后报警。这时刘志明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法医从他的身上发现遗书，经检验，警方确认了他是自杀。消息传来，全家哀痛无比。父亲刘兆山见到遗书，万箭穿心。目前王喜和故意伤害案正在进一步审理，